去年吕萍被网暴的时候，就有一个人留言说：“吕萍是谁呀？我已经关注女权4个月了，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人。”大家对女权的感觉还是它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运动，它是一个现在才出现的一个东西，不是的，它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而且有很多人都在为这个事情做牺牲、做贡献。一个社会的先行者是不断被遗忘的，关于我们的很多事情在网上不断的是被删除，女权主义的记忆是断裂的，以及当下人们所做的事情其实也是不为人所知的。我希望这个运动不要有牺牲者，我希望我们不要成为被遗忘的人。我叫肖美丽，然后我是一个妇女权益工作者，就是一个女权行动者。欢迎收听有点田园，有点田园为你提供接地气的性别观点。我是主持人肖美丽。在2013年的时候，有一个新闻，就是那个海南校长开房案。当时国内对性侵的讨论特别的少，我就觉得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介绍一下，今年有很多的校园侵害的事件，我们希望每个地方的政府都能出。然后当时就计划从北京走到广州。2300多公里，然后我这个徒步的过程中，我在每一个县都会去征集当地市民的签名，这个其实很痛苦。我就像搞那个卖健身房门票的一样，我就说，哎，你了解一下防性侵机制，了解一下，你给我签个名。我大概是从2011年底认识了一些在北京的女权主义者。这一群女权主义者，他们是想要去做行动，去改变我们国家的政策呀，然后改变这个性别不平等的状况。我当时最早认识的就是吕萍，然后她看起来很凶，她有点像一个老巫婆，就是一个特别可爱、很有趣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她特别有智慧。这是我跟肖美丽我们一起去女权徒步，然后我们当时走了4天才离开北京，当时觉得已经太大了。这是2018年的3月，女权之声被炸号之后，我们的朋友组织的一些非常疯狂的悼念活动。这有个女权之声的墓碑。2010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微博创办我们的账号，在那个时候，就微博上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女权的信息。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女权命名的公开的平台。本来我们的名字就叫女生，改这个名字，当时我记得有一个朋友还说这个太大胆了，把大家都吓走了。办女权之声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传播来组织中国的民间妇女运动。我就发现其实在中国早就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对女权主义是很感兴趣的。女权行动派其实都是一些当时最早的有女权理念，并且跟 NGO 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的年轻人，他们的组织化的行动嘛。其实我第一次参加活动是广州的占领男厕所，我在没有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情况下做了一些公开的活动，然后很多人骂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然后我就意识到只要是一个女生，尤其是一个不处在权力高位的女大学生，什么都没有，然后她愿意站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大胆地说出一些她想要的东西，无论那个东西是合理的，在他们看来是激进的还是不激进的，是温和的还是怎么样，只要她要，那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的行为，就是会让别人不舒服。我们也不是说真的占领了男厕所，而是你说啊，其实我们的活动是借用男厕所，就不会有人想要报道啊，对不对？我们背后传播的那些观点，并不是说很极端的观点，就包括说要提高女性的侧位啊，我们要反家暴呀，招生性别歧视，就是我们背后的议题都是很扎实的。从2014年的下半年开始，你会感觉到政府的一些监控和骚扰就有所加强。随着女权行动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那么一个临界点就一定会到来。关注公车性骚扰的女权5姐妹，5名被捕女权人士已被关押于2周。Detained for 37 days。女权5姐妹日前分别在各地获得取保候审，回到家中。我叫李麦子，实名李婷婷，我爸给我起的名字，希望我成为一个淑女，显然就是那个不太像了。如果我再住在那个房子里，如果有人在楼道里走动，我还是会觉得警察要来抓我了。即便我知道说他们不会再来抓我了，但是那个阴影、那个创伤就一直在那里。
但是我对监禁这件事情的看法一直都是很正向的，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受害人。大兔、麦子和荣他们都因为做那个反公家性骚扰的活动被抓了，我和我的其他同事就进行了1个多月的就是隐姓埋名的生活，因为我就面临着很多家人的压力，还有就是他们被警察找的压力。对呀。我希望他们好过一点，但我不能够因为这样子就改变我觉得我在做的正确的事情。但是我到纽约就准备只待2个星期嘛，只带了一些非常简单的东西。我有一些朋友同事跟我一起来纽约开会，开完会以后，后来他们就都陆陆续续离开了，就只有我一个人留下来，那种感觉非常可怕。这地方很偏僻，快冬天特别冷。在中国作为组织者，当然这个运动既没有资源，很贫困，但你解决自己的生计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但在美国，这当然就非常困难了。为了维持你的签证，就要耗费你的全部的精力了。在我来到美国之前，在美国是没有比较有组织的女权的活动。但是因为营救女权无姐妹案，在这里的少数几个伙伴也建立一种合作关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在这里是有一个发展一个女权社群的潜力的。其实在这里有女权思想的年轻人是有一些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聚集起来。其实他们也都很渴望一种社群。18年的话，当时 Me Too 也开到了纽约，做了一个线下展。然后当时不仅有那个展，然后吕萍他们也做了，我记得是2期还3期的一个工作坊。然后我也是从那里就是相当于就是那种网友线下见面会，然后认识到一些就是之前在微博上有关注或有知道的一些人，线下人的那个交流的真诚感，我觉得特别是在疫情以来，更让我珍惜到就是它是无法被任何线上的活动所替代的。We support Me Too in China， 我们支持禁扬。16年来到美国之后，我还是非常坚定自己是一个中国女权主义者，然后这个身份它是在甚至是一切标签之前，我就认识了很多对中国女权非常在意的留学生。在美国其实也发生了很多中国背景的 Me Too 案子，就包括刘强东强奸静瑶案。JD.com's Richard Liu 刘强东在美国涉嫌性侵女大生事件。这个案子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得到很多关注的，但是之后热度就慢慢降下来了。7、8月份的时候听到说静瑶案民事诉讼第一次开庭是9月份，然后我就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国女权主义者，我有义务一定要去现场，而且我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手的信息。很多人他们可能都没有认识一个活生生的也是支持静瑶然后反对仙人跳这种谴责受害者的说法的人。当我们出现在现场表达对支持的时候，他们就意识到其实这是真实的。我现在站在明尼苏达民事法庭Hennepin 民事法庭的门前，我刚刚旁听了刘静瑶起诉刘强东。当时我在国内，我看到那个微博的时候，我想在杭州线下组织大家一起去拍这个照片。做倡导的活动上，我基本上全部都会是露脸，我就是用我真实的名字和我的脸跟大家讲，这就是一件光明磊落的事情。在国外相对来说比较有空间，比较不用担心说家人因为自己做的某一个活动而被找，但是毕竟这是中国女权运动，一个社会运动永远都是要在地化，然后在现场才是有直接的力量的。身处在美国的人关注中国的话题是没有任何的好处的，你真的就是用爱发电，而且是花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到英国的第2周，我自己安顿的差不多了，我就把这些人就在英国读书的小伙伴叫到一起，然后就说我 China 今天就成立了啊，然后后来就说叫啥名儿好，然后就说叫我 China 吧，然后我就想，哎，挺好，我 China 啊，非常的 indecent。我是18年加入了 China， 然后我演了2年的引导指导。在国内的时候，确实是因为感觉还是比较的孤单吧，就是只能通过线上，然后线下的机会是很少的。确实是到了英国，真实的见到了像麦子他们比较资深的女权主义活动家他们，然后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社群，认识到了更多的人。
在英国可能就是想发挥余光和余热吧，就是你自己既然很擅长做组织，那就去英国做一个组织。大多数来英国留学的学生可能就1年，所以其实真的没有太多的精力和资源去投入到社会运动当中。在英国也一直在很焦虑，不知道自己以后回国能做啥。从英国回来2年了，目前我就为了谋生吧，然后找了一个工作，过着上班族一样的生活。当你没有办法完成很多很宏大的事情的时候，我开始把注意力聚焦在自身。年轻的时候就跟自己说，我大学毕业要做5年公益，后来就果然做了5年。因为你总要给自己设置一个 limit 嘛，你不能让自己觉得一件事情是无休止的。从17年开始的练 CrossFit， 从运动员到运动员的过程。因为有人就说那个不做运动开始做运动了，我说对对对对对。我并不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是非常的核心的，很多人可能也不认识我。弦子的那个庭审外面的旁观，其实是我这2年参与的最振奋人心的事情吧。它是非常的去中心化、自发的集结。加油！一些人就说啊，千万别回去，国内很恐怖。但是其实我就要去跟他们说，哦，情况其实不是这样的，你会有一些空间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没有那么可怕。我觉得行动是最有效的，比你坐在那里空谈呀，或者是只是在自己的想象里面去讨论一些事情要好太多了。咨询一下，我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普通一般其他人咋个住进来。我们肯定是希望我们有很自由空间，但是我觉得这种糟糕的环境也在激发我们的潜力吧。完全没有感谢他的意思，家里已经变成了工厂。就像我之前做那个女权徒步一样，我一封信一封信的寄，然后每一封信的信封我都要用胶棒涂好多回，然后把它封上，然后寄出去。看，这是我做的一个图，1滴月经就是量小，3滴就是量大，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这个过程琐碎的、无聊的，就像做家务一样的细节，它都是非常重要的，它都是很珍贵的。一步一步一步的走，你就可以走2000多公里，一封一封一封的寄，可能就会改变一些政策。从15年看到现在，发现其实女权社群不断的在扩大。当时可能我们是核心，但现在我们已经不是核心了，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份子。全运动派不再是运动的领导者，也不再是运动的单一的力量，但是他对于这个运动仍然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只不过今天他变得非常低调。我觉得做行动派，它可能如果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做这个事情可能很辛苦，你也觉得自己这个事情很了不起、很棒，它有好的结果，但是你没有办法告诉任何人。我在2012年开始做女权运动的时候，认识了后来的10年都对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人。最困难的时候，就比如说警察找的时候，这些小伙伴会永远的第一时间把你的事情看成最重要。我做占领男厕所的活动嘛，然后吕萍就给我发了个短信说，麦子，女权主义让你受苦了。然后我觉得那句话就很鼓励我，包括在狱中我又回想起那句话，我为了追求女权主义让我受苦了，那 I deserve it。 吕萍对于我来说就是无条件的支持，我理解她在国外的状态。你在国外就什么事都不做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你想为中国的事情做一些什么是很困难的。生在美国，但是我用很多的时间来去关心在中国的事情，这对你在美国生存下来可能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但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重要的。不断的希望就是如果有所缓和的话，就可以回到中国。这个时间始终没有到来。当你有了一个女权的意识，你会发现你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你对世界会有很多的不满，会变得愤愤不平。对女权主义来说，愤怒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不能够只停留在愤怒上。女权运动的目的，它是要去改变这个社会，把我们的愤怒的情绪转化成行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最关键的一步。你
你是否和我一样，坚信这世界应平等？这是首传唱自由和尊严的女人之歌。你可愿和我一样，为权利抗争到老，打破这枷锁，加入女人的合唱？